女朋友在医院脱毛时捡到个病历本，里面夹着10元钞票，还写着买10年阳寿，赖账死全家。他嘴上说不信，可当晚就进了 ICU。那天女朋友小文去医院看病，一个老太太拿着病历本走过来递给她，说姑娘你东西掉了。小文接过后说了句谢谢，打开后发现里面夹着一张10块钱，上面用红字写着买10年阳寿，钱上盖着血指印，缠着几根恶心的白头发，还有一撮灰。愣神的功夫，老太太突然张嘴一吹，钱上的灰扬了小文一脸。谢谢你了，小姑娘，你人真好。小文这才反应过来，老太太是来买寿的。早就听说医院周围路口有人丢这种买寿挡煞的钱，所以他看见那些零钱后都是绕开走，碰都不碰。可没想到已经进化到这一步了。等小文反应过来，老太太也跑远了，小脚跑得飞快，嘴里还咯咯笑着，买完就不能退了，要不然全家死绝，认命吧姑娘。小文一听这个更气，疯了一样追过去，在医院门口一把薅住老太太。老太太刚才还喜笑颜开，现在突然一脸痛苦，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，嚷嚷着说被年轻人撞坏了。小文把病历本拍在老太太脸上，说那是因为你想用10块钱买寿。老太太一抹脸就哭上了，说你一个小姑娘捡了晦气东西就拿俺撒气，俺不懂你这话啥意思。门口几个男的立刻过来看热闹，说看样子老太太伤得不轻，得赶紧检查检查。又跟小文说老太太今天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这辈子可就完了，花钱免灾吧。老太太一听也跟着嚎，说感觉自己不行了。小文刚工作，没跟这种社会上的人打过交道，被周围你一言我一语吓得没了主意，稀里糊涂间又赔了老太太500块钱。等冷静下来后才想起要调监控报警，可这帮人早没影了。他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一伙的，也只好认倒霉，嘴上一遍遍自我安慰说这是迷信。可回医院排队的时候，纸壁上的字和老太太说过的话一遍遍在他脑海里浮现。本来最近工作就处处不顺，今天还遇到这事，自己怎么就这么笨这么傻。他越想越气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，胸口突然喘不过气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我当时正在送外卖，医院通过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找到了我。小文看我来了，哭着把刚才的事讲了。旁边护士说医院这种事多了去了，那个老太太给人抓住好几回，可她是个70多的老太太，警察来了都得搀着她问话，根本不敢管，以至于老太太都得了个外号鬼婆。法律对这种人也没办法。最后又安慰说都是迷信，别往心里去就行了。我也跟着说现在网上不是说了吗，你接受不代表你同意。但小文哭得更凶，可我明明就是感觉很膈应啊，凭啥他们干了这种恶心事我还不能往心里去？床角还放着鬼婆给他的病历本和买命钱，要丢也不敢丢，万一要是真的呢，抵赖可要死全家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揣自己兜里，行了，现在债务转移，这玩意儿归我了，借你的也不行啊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心想怎么可能，别看我白天的工作是外卖骑手，可晚上兼职跑阴差，这一片的人谁死谁活，该活多久我都一清二楚，谁敢施邪术买阳寿那是不想活了。但跑阴差有个规矩，绝不能泄露身份，而且原则上不建议结婚。小文要是发现了我的阴差身份，我俩之间就得走一个，所以这事儿我没法跟他详细解释，就说绝对没事儿，你放心好了。这时小文妈妈也就是我未来的丈母娘也赶来了，进门对我就是一顿训，瞧你这副一点不着急的样，来医院瞧病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陪着呢？平时是怎么照顾她的？小水我真是不放心你，工作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啊？我低着头没吭声。小文也说自己就是个咳嗽，是他没让来的。可刚说完，小文咳嗽的突然激烈起来，然后开始抽搐。医生一看不妙，连忙就开始抢救，然后说现在情况严重，建议进 ICU， 要我们赶紧去交费。这一切实在发生的太快，等反应过来时我也吓坏了，突然发现小文周围多了很多黑气，心里暗叫不妙，这是生邪病了，这鬼婆还真他妈有两下子。丈母娘在旁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催我赶紧去交费，一问要交3万，立刻就瞅着我，意思是要我交，可我现在卡里总共也就1万5，根本不够。我心想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给小文驱邪，真进 ICU 反而不方便了。我就问能不能先观察观察，等明天再交。丈母娘立刻炸了，对着我就是一通锤，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，我家小文瞎了眼怎么看上了你这么个东西，果然是患难见真情，你以后跟钱过去吧。然后又开始哭他们孤儿寡母命苦，摊上个没用的男人。我连忙劝住丈母娘让她先歇着，说我钱不够要给家里借点，然后又悄悄拐到病床去看。小文躺在床上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黑气比刚才更重，隐约能看见几个东西正在吸他身上的阳气。这帮东西看我一来都跑了，我掏出鬼婆的病历本和卖命钱放脸盆里烧了，又在床前空气里画了一个辟邪符，嘴里念着大千世界无挂无碍，自去自来，自由自在，要死便死，莫找替代。眼看小文周围的黑气散了，连忙跑去叫医生来检查。医生过来后，小文已经坐在床上刷手机了，检查后各项指标都已恢复正常，连咳嗽都好了。医生连呼医学奇迹，悄悄收起了刚开好的病危通知书，说可以出院。丈母娘一看，先骂现在的医院，净想着挣钱，然后一脸鄙视看着我。幸亏我们家小文福大命大，你小子真是一点指望不上。我在后面拎着包一路点头认错，说一定深刻反省。我抬头看了眼他们头顶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小文现在虽然看着健康，但头顶上出现了阳寿倒计时，只剩3天。丈母娘也一样，从数字颜色看，两人都是横死，可能是车祸，也可能是火灾，或者是遇到杀人犯或变态，也就是俗称的刀兵水火劫。因为死时极为痛苦，怨念深重，死后还要堕往死城受苦。可我刚刚已经把借寿的邪法破了啊！我突然想起鬼婆对小文说过的话，抵赖死全家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可不是普通的买寿，而是最恶毒的绝户劫寿。我爱上小文是从爱上他的死期开始的，因为阴差的对象不好找，除了八字能抗，还要求俩人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这2个条件加起来简直要比3条腿的蛤蟆还难找。第一次遇到小文，发现他竟然和我同一天死，
然后以聊星座的名义要到了他的八字，看过后心里一动，这就是我的命中注定。可没想到有东西竟然敢对他下手，真是离了大谱。本来我说要带小文和丈母娘去吃饭，他们俩刚刚虚惊一场，心情都不错，正在选饭店。一想到他们随时会横死，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死神来了里的画面，就连忙说还是回家休息吧，最近咳嗽的多，别传染了。丈母娘就有些不乐意，觉得我是不想花钱，我现在着急找鬼婆把他们的阳寿要回来，根本没时间哄他们，就从墙根垃圾桶边召来几个孤魂野鬼，让他们围着丈母娘和小文嗖嗖转。果然小文和丈母娘身上开始哆嗦，一阵阵发冷。其实鬼也就这点本事，但也够了。我连忙劝他们这几天在家里好好休息，还买了药给他们。按说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在家里蔽日月星三光躲灾，但我估计说了他们也不会听，干脆悄悄在他们后背贴了阴差帖子，代表这已经是我预定的亡魂了，哪怕是死了，其他阴差也不得拘魂带走。搞定这些后，我骑着电动车一路疾驰来到后海边的一家私人会所，拎着外卖盒一进去，就看到小王正在和一群长腿大胸的女网红在玩游戏。一个网红瞥了我一眼，示意我放下外卖赶紧走。小王发现是我，吓得一哆嗦跳起来，然后像撵鸡一样把那帮女网红撵走了。水哥你咋亲自来了？他连忙招呼我坐下。小王在国内乃至全世界都是最知名的富二代，在做富二代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，但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，阴差。阴差这工作严格讲来算是阴间底层鬼族的外包临时工，虽然在整个天地系统中微不足道，但也有严密的集团管理和科学的绩效体系。我们的主要工作流程是这样，一般人死之后先在阳间的派出所销户，我们阴差把亡者生魂带去城隍那里先做登记，然后交给阴差领导，阴差领导再把生魂统一交给地府鬼族，鬼族押送地府交给鬼使做功德统计，再交给判官来判定下辈子去六道里的哪一道。至于阎王地藏泰山大帝，那简直就是神话里的人物，不是我们阴差能见到的。阴差干得好可以当阴差领导，阴差领导干好了死后就能当地府鬼族，这可就是地府体制内的正式员工了，是受人间香火。这些年来我兢兢业业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拘亡魂，深受领导和死鬼们的好评，功德值特别高。接连几年在阴间年会上被评为金牌阴差，感动阴间10大阴差等荣誉称号。去年团建的时候，华北区的阴差大领导老胡甚至亲自和我碰杯，说现在人口老龄化，出生率下降，咱们阴差大有可为，很看好我，一看就是当鬼族的料。老胡是阴差里的名人，马上就要转正去地府工作了，离开前把我在鬼使面前一顿夸。转年我升为了朝阳区领导，升职那天才发现小王竟是我的直系下属。阴差讲究阴阳有别，虽然晚上拘魂的时候我是小王上级，可白天依然按阳间身份生活。阴差间一般不见面，见面也装不认识，更不能有凡人间的物质交往，除非有了特殊情况。小王看我今天来的，突然明显有些怕，他在昨晚的周一例会上被我训了，因为他和带佛牌的女网红乱搞，险些酿成重大的灵异事故，差点被扣阳寿。这几年要不是我保他，这小子的阳寿都要被扣成负数了。他以为我是因为昨天的事来的，连忙又开始检讨。我说不是这个事，我媳妇儿一家的阳寿怎么都给人劫了。小文出事的医院正是小王的管辖范围。小王打开手机里的生死簿查了一下，小文和他母亲3天内确实要死，死法为横死盲盒模式，惨度5颗星，但阳寿流水一切正常，看不出什么问题。我感觉不妙，那鬼婆有瞒天过海的本事啊，就让小王把鬼婆生魂拘过来问问。小王有些为难，咱阴差拘的都是该死的魂，老太太不该死的时候也不能乱拘啊。我就让他通融一下，就问那个死老太太2句话，问完就放回去，保证不打死他。我之前没少帮小王争取功德，这点小事他当然不能不帮，就去调鬼婆的数据。可一看不对，那鬼婆解放前就死了。小王又想查鬼婆的其他数据，但因为我们阴差级别太低，根本没权限。我心想，这鬼婆该不会是活鬼吧？自古以来玄门内就有许多借寿延寿的法术，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活鬼。简单讲就是通过假死躲过地府生死簿的大数据，成了天地间的黑户。他们自称鬼仙，但我们一律称呼为活鬼。活鬼是肉身凡胎，依然要遵循生物和物理规律，没法一直活下去，一辈子要借别人的功德阳寿续命。地府一旦抓住活鬼，不仅要没收所有功德阳寿，还要剥夺6道投胎资格，直接打入无间地狱，踩缝纫机。所以活鬼借寿一般走的都是广撒网薅羊毛路线，虽然辛苦，但也不容易被地府发现。像鬼婆这样绝户劫寿，简直放肆的过分，这是重大案件。我打算先去医院附近找找线索。小王连忙带我出去，上车后我对他一顿埋怨，你他妈的拘个死鬼而已，开什么跑车？然后又和他换了位置，毕竟身为一个外卖骑手，开跑车的机会也不是天天都有。我们来到医院附近，远远就感觉上空有一股邪气。小王早就听说这家医院周边有人搞邪术，弄什么阳寿买卖挡煞、替死的违法生意，下面早就注意了，可一直没查出来，咱也不敢问。正准备停车，远远看见有个头发花白的瘦小老太太，正鬼鬼祟祟在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丢东西。老太太动作诡异，三角眼冒着贼光，肩上的火发绿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东西。老太太丢在地上的全是叠成三角形的毛票，有几个打闹的小孩看到后好奇，捡起来后立刻朝小卖铺跑去。老太太嘿嘿笑着，脑顶显示阳寿的秒针嗖嗖长着，这应该就是那个鬼婆了。我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跑车嗡嗡响了起来。鬼婆一看，撒腿就跑。这小脚老太太虽然瘦得跟猴一样，可跑起来简直比博尔特还快，脚不沾地。我和小王顿时都看傻了。我瞅着鬼婆的腿，明白了，她腿上绑着黄纸，这是鬼行术，以前阴阳先生赶夜路时用的。这老太太不简单啊！可在小王的布加迪威龙面前，鬼行术也只能甘拜下风。接连追过2个路口后，我们越来越近，正准备截停，砰的一声，跑车突然失控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后，我们停在十字路口，周围满
满是焦味，还有血腥味。一个女的突然尖叫起来，紧接着旁边路人也跟着叫起来。我连忙下车，一看傻了，轮胎下面卷着一个人，身下一滩血，白色脑浆都崩出来了，正是刚才跑在我们前面的鬼婆。刚才不是挺能跑吗？咋突然出现在车底了？哥，你赶紧进来呀！小王在车里拼命冲我摆手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旁的交警已经过来一把按住了我，问是不是我开的车。我承认后，交警立刻呼叫同事过来，说有个外卖骑手开跑车撞死了个老太太，旁边有眼尖的认出了车里的小王，连忙拿出手机拍照。小王赶紧把帽衫扣头上，趴着不动，嘴上大声抱怨：我操，这下傻逼了！交警压着我离开时，我看见鬼婆缩着头冲我嘿嘿一笑，跟我斗，老娘玩死你！说完一歪脖又死了，呵呵。看着鬼婆在我面前这一顿演，我心里发笑，仿佛看到了一个集体二等功。但等我冷静下来后，看着眼前一切，心里慌的一批。一个富二代的布加迪威龙在闹市撞死了个老太太，一个外卖员主动出来顶罪，说是自己开的，还看着死者淡定一笑，怎么看也是个喜提热搜的大新闻啊！我甚至都能想象到小王和我遭网暴然后社死的样子了。小文要是看到，可就全完了。就在我一脸懵逼的被交警带走时，小王还在后面大喊：啥也别说，我会捞你出去的。我心想，现在最该啥也别说的是你，好吧？这种时候就不要再说这种无法无天引起公愤的话了。我在警车里坐着，脑子嗖嗖转，心想要怎么在不违背法律和音律的情况下赶紧脱身。小文和丈母娘现在阳寿告急，随时可能横死，就算没有阴差拘他们的魂，可万一肉身损坏就完了。我要是在这里关上个2天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来到交警队，刚坐上后悔椅还没说话，他们就说我可以走了。事故认定老太太这是碰瓷出了意外，对方全责，还说这老太太之前在这一带碰瓷无数，但从来都不带受伤的，人称马路鬼见愁。没想到今天直接给你们撞死个干脆，也算为民除害，但需要赔付3万块的丧葬费用。我心想这就不错了，赶紧同意。交警拿出2份单子过来，让我和小王签字。小王看都没看，拿起来签完字，把钱赔了，跟我一起离开。整个事情前后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慌，连忙打开手机查看新闻，担心这事儿给小文看到。可不知小王动用了什么手段，撞死鬼婆的事在网上一点风声都没有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心说有钱可真是厉害啊，钞票的功效比灵符厉害多了。但小王依然气得不行，我他妈一个富二代阴差还给活鬼碰瓷了，就打算再去找鬼婆算账，非亲手把她火化再把骨灰扬了不可。我连忙拦住他，死老太太法术，法律两手抓，滑得很，别轻举妄动，毕竟我媳妇丈母娘的阳寿还攥在鬼婆手里，不能再有闪失了。正想办法的时候，小王突然惊讶看着我，水哥，你咋快转正了？我立刻吓一跳，对阴差来说，转正可不是个好词，因为只有阳寿尽了才能去地府当正式工。我翻着眼睛往头顶上看，果然只剩3天，代表我阳寿倒计时的秒针数字还嗖嗖蹦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鬼婆借寿的时候说过赖账死全家，可怜我这没过门的女婿，虽然平时不被丈母娘承认，这时候却亲如一家了。再看小王，我也呆住了，因为这小子的阳寿也只剩3天。小王捂着脑袋就慌了，我咋和你一家人了？难道我不是我爸亲生的？你到底是我什么人？我说不对，你再回忆回忆，最近有没有从别人手里拿过什么不对劲的东西，尤其是点头接受的。小王想了一遍，连忙拿出交警开的罚单，发现后面竟然贴着一张10块钱，上面写着一行红字：买此生阳寿，签字无悔，抵赖死全家。小王顿时呆住了，鬼婆的肉身当时被法医拉走装藏尸袋了，他是怎么动的手？真是神出鬼没的。我后背也一阵阵发凉，承认这次轻敌了。鬼婆可是能躲过地府的人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怎么办啊？小王盯着脑门上快速减少的阳寿数值，急得直跳脚。别急别急，先打开系统，看看能不能把阳寿冻结。可打开生死簿看了一眼，根本没用，后台数据已经同步，我们根本没有更改权限。给地府客服发信息查询，那边说一切符合规定，有问题去找城隍。我们又跟城隍客服反映，那边说一切正常有问题，问地府。我们又联系丰都总部客服，那边说他们要先接到地府和城隍的申请才行。完犊子了，这尼玛的怎么都互相甩锅？找老胡呢？老胡现在是见习鬼族，没这权限啊，可以跟上级鬼使反映啊，那不成越级上访了吗？我操，这他妈的死循环了！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啊，就是人死了，钱没花了。这时候就别感慨这个了。我刚一说完，感觉不对劲，刚才的对话里好像混入了第三者。小王也察觉到刚才有人说话，左右张望，可周围别说人，连鬼都没一个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啊！那个欠揍的声音又来了。我和小王顺着声音望去，面前有只泰迪正呲牙看着我们。我和小王都呆呆看着这畜生。泰迪嘿嘿一笑，又说：“是人活着，钱没了。”砰的一声，小王飞起一脚把泰迪踢了出去。这狗东西像个皮球一样踢到墙上，又弹下来。小王接着又是2脚，我连忙拦住：“不对不对，现在你更应该好奇的，不应该是狗为什么会说话吗？”泰迪又说：“是啊，你看人家水丁多理智。”我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我？”我发现这泰迪个头虽小，但眼神阴狠可怕，简直令人不寒而栗，就和鬼婆碰瓷假死时一模一样。小王一看更要痛下杀手，我连忙拦住：“这只是鬼婆给咱烧化的小狗，你打死它也没用啊！”泰迪脑门上贴着一张传音符，咯咯笑着，一点都不怕。哎，我们这些鬼仙可怜啊！别看活得长，可每天东躲西藏的，可以说是有寿无福，还不是因为你们缺德事干多了。小王指着泰迪大骂，泰迪对小王的愤怒视而不见。好，我直接说吧，你那点阳寿我也看不上，不如再卖给你100亿怎么样？又看了一眼我，包括你全家的一并奉还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以往只在警匪片里看见绑架要钱的，今天是遇见劫寿要钱的了。泰迪嘿嘿笑着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嘛，你们富人的时间可最值钱了，要个100亿不过分吧？小
小王又开始暴躁，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哪家公司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啊？这就看你爸爸爱不爱你了。我劝你不要找地府城隍，否则我要你魂飞魄散。然后又说今晚子时去我介绍的那家医院太平间交钱。说完晃着屁股走了。我和小王头顶上的阳寿倒计时嗖嗖跳着字，死期越来越近。小王平时淡定嚣张，那是因为有底气，现在知道自己快死了，慌得满地打转。别看他家对外宣称的资产很多，但其实债务更多，根本就拿不出100亿的现金。鬼婆这个傻狗根本就没有一点商业常识。小王边哭边骂，我说别哭，哭也算时间。小王连忙憋住，盘算着要不要去城隍庙前烧纸求助。我说别，城隍最不靠谱，去年咱们区2个阴差莫名其妙失踪，到现在他们也没查明白。这种绑架案一旦报警，劫匪可是要撕票的。我安慰小王，还好鬼婆是充钱来的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，我们搞钱去。小王擦着鼻涕，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，这可是100亿现金，我爸现在都搞不来，你要能搞到这么多钱，能当外卖骑手，你连个结婚的房子都买不起。我慢慢转过脸看着小王，鬼婆说要100亿，可没说一定是人民币。我和小王找到就近的寿衣店，要买100亿的明钞。我本来想要1万张100万面值的，可以满当当塞在行李箱里装装样子，可没想到这里全是最新的1亿块大票。老板说这2年经济不好，只能印大票了，省纸。小王说真该给地府那边反映反映了，再这么印下去，阳间经济没崩溃，阴间先崩溃了。因为我们要的太少，老板懒得拆包，直接给了我们1兆，还要附赠花圈。我们连忙说不要拎着1兆冥币跑了，然后我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悄悄给冥币开了光。鬼气笼罩下，1箱冥币转眼成了人民币。活鬼半人半鬼，非人非鬼，时间越久，沾染的鬼气越重。我看鬼婆至少有几百岁的年纪，鬼气多人气少，根本分不清。小王看我这一顿操作，忍不住伸拇指赞叹：我操，你搞钱可比我爸厉害多了。医院主楼旁边有个不起眼的小楼，负1层就是太平间。一进楼道就感觉冷飕飕的，推门进屋后，太平间苍白的灯泡一闪一闪亮了。屋里正中央有个不锈钢大床，周围贴墙摆着高大的不锈钢柜子，上面是一格一格的抽屉，一切都是冷冰冰的。我们喊了2声，立刻有一个柜子打开，鬼婆从里面坐起来了。我一看差点吐，鬼婆的肉身因为碰瓷被撞得稀烂，又找了几个尸体把自己重新拼凑起来。脑壳是个长发女人，下巴是个白胡子老头，胳膊腿长的长短的短，骨头肉全露在外面，简直是医学生的外科反面教材。从柜子里跳出来后，身上的尸臭和福尔马林液味扑面而来。小王扶着墙吐了有5分钟，都不敢扭头看他。我也捂着鼻子满是不解，你说你都活成这样了，赖在阳间还有啥意思？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个屁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等你老了就知道了。然后就要看钱。我和小王把行李箱放床上打开，鬼婆看了一眼里面的明钞，嘿嘿一笑，直勾勾看着我和小王，腮帮子扑哧扑哧冒臭气。我忍着恶心，催他赶紧把阳寿还我们。鬼婆跳到明钞上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隐隐冒着绿光，这是地府里的长生瓶。寻常民间法术借寿都是施法后把别人的阳寿直接注入到自己命格里，但长生瓶不一样，可以把阳寿存起来随时调用，堪比人生充电宝。这是地府里严加看管的宝贝，不知道他怎么搞来的。鬼婆要我们跪下后闭上眼睛，再把抛门打开，这样就可以把阳寿接回来了。批门在脑顶位置，阳寿数值就是通过这里显示的，可通天地。以前参加阴差业务培训，我看过这个操作，好像就是这个流程，我们就照做了。心想只要一拿回阳寿，马上就把你拘了。鬼婆打开长生瓶的塞子，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对着我和小王的显门吹气。很快我感觉不对劲，脑子里嗡嗡的，感觉浑身没劲，不像是阳寿吹进来，而是有东西被抽出去。我悄悄睁开眼睛看小王，发现他也茫然睁开了眼睛，瞳孔放大，双目无神，完全是被拘魂以后的样子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批门除了显示阳寿，还是生魂出入的地方。我连忙关闭了自己潘门，同时去捂小王脑顶，可已晚了。鬼婆把小王的生魂吸在嘴里，又吐进了长生瓶里。我扯着小王的肉身闪开，站稳后感觉两腿无力，上当了。我翻着眼睛往脑门上一看，自己的阳寿只剩1分钟。鬼婆冲我嘿嘿笑着，你们这些低等阴差大概还不知道吧，这长生瓶还能拘魂。说话间又有7、8个活鬼从藏尸柜里跳了出来，围住了我，把小王的肉身抢过来。这些活鬼一看就有些年头了，身上都有修补的痕迹，外形逐渐现出了恶鬼相，一个个口水直流看着我。喂，先别急着吃那个外卖员，把小王肉身先抢来。鬼婆在一旁提醒，活鬼们嚎叫着一拥而上。我一手护着小王的肉身，一手从袖口里摸出一摞正鬼符丢了出去。鬼婆顿时呆住了，因为一般阴差其实就和常人差不多，就是干点拘魂登记的事儿，哪知道我竟然会法术，这能力超纲了。愣神的功夫，我又拿出一张加强版的大号镇鬼符丢到鬼婆脑门上，然后单手掐意念，动口诀召唤就近的鬼差同事过来支援。很快有几个阴差赶来，老胡跑在前面，虽然他还没死，但现在已算是见习鬼族了，一进门就批评我，水丁你怎么回事，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呼叫总部支援呢？我不好意思的挠头说事情紧急，没敢耽误，而且这鬼婆子的行为实在反常，我怕泄露风声。什么意思？自家兄弟都信不过。老胡明显有些不乐意，万一你们出了事，我责任可就大了。然后又看着活鬼脑门上的镇鬼符说，可以啊小子，深藏不露。我说哪里，雕虫小技。又说小王的生魂给鬼婆拘到长生瓶里去了，得赶紧弄出来。我还怀疑有活鬼混进了地府。老胡说这话可不能乱讲，不过这次你也算大功一件，后面的事情咱们这个级别处理不了，得请张鬼使来。然后掐手一念咒，通知鬼使过来处理。鬼使全名鬼使神差，级别比鬼族高很多，相当于地府中的科长级别。一阵黑烟过后，张鬼使来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。本以为长得青面獠牙，可没想到是个身
身穿黑色中山装、戴金丝边眼睛的白脸男人。张鬼使对我们嘉奖一番，抽出火鬼们的生魂，交给阴差押走，又收缴了长生瓶，说是拿去地府查看，然后催我赶紧离开。我却守着小王的肉身没动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老胡。老胡被我瞅得浑身发毛，问我有啥事儿。我对老胡说，火鬼根本没有夺舍的本事，费这么大劲要小王的肉身做什么？老胡说不知道，要等调查后才清楚。我说不用调查了，现在你收手还来得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老胡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冷冷一笑，真正要对小王夺舍的人是你吧，老胡同志。以前我和小王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开玩笑，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夺舍目标排行榜，或者说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小王一定得票第一。潘驴邓小闲，你小子是占全了。据说王家也是多方防范，毕竟小王这开挂的人生太招人恨了，福报比神仙都大。做阴差后，小王觉得再不会有被夺舍的危险了，可想不到这次还是着了道。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，老胡命鬼婆劫了小文的阳寿，我必然要去找这条街的阴差小王询问情况。调查鬼婆时，小王再次被接受，然后鬼婆勒索钱财，让我和小王以为对方图财，没想到图的是小王的肉身。可我实在不明白，一向兢兢业业被阴差们视为行业楷模的老胡，怎么会有夺舍的想法？老胡苦笑着坐在明钞上，开始跟我谈心。以阳间标准来看，我是个一事无成的中年人，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找不到老婆，考公上岸也失败了。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好学生，遵纪守法，努力学习，为什么连条活路都没有？我想不明白。本来想自杀，无意间做了阴差，然后发现了一条新的阶级晋级之路。原来只要努力干，死后就可以上岸去地府当鬼族，所以工作起来格外卖力，兢兢业业攒福报，甚至破例替很多亡魂满足了生前愿望，哪怕这是折寿的事也不在乎，只要亡魂安息，只要能攒够功德去地府转正，一切都是值当的。我相信善恶有报，天道酬勤。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，成为了地府的见习鬼族，然后看到了那些富人死后的生活。我以为他们生前违法乱纪官商勾结，死后肯定下地狱，可没有，他们买得起好风水的墓地，请得起高功法师超度，死后依然是神仙日子，生前在阳间钻法律空子，死后还能卡阴间 bug， 什么因果报应、天道循环，全是放屁。人和人的差距啊，真比神仙和恶鬼还要大。而我呢，依然是地府最底层的鬼族，还要给这帮权贵的亡魂服务，不仅没什么香火俸禄，连晋升的通道都没有，因为神仙他妈的太能活了，根本不给我们年轻人一点机会。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们这种人生生世世永永远远都是底层的牛马，我傻了一辈子，想换个活法，有错吗？老胡，你糊涂了。我点着他的脑袋劝他，你守了一辈子贞洁，为啥临死前要发骚啊？现在住手还来得及。老胡面色坚定，再不是我记忆里那个老好人的样子。水丁，我劝你早点觉悟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还是兄弟。鬼婆的镇鬼符早已被扯下了，在旁边冲着老胡喊，跟个死阴差废话什么，直接弄死他。张鬼使也在旁边淡淡说道，这次火鬼接受的事就让水丁来背锅，好了，做干净点，我好写报告做账。看来他们早就串通一气了。老胡冷笑，你真觉得地府没法把火鬼抓干净吗？那是需要养着他们干脏活，我也不过是别人的一个棋子罢了。可很多人啊，连棋子都当不上。鬼婆嘿嘿笑着，就像是在蹦迪，看到没有，我们上面不对，我们下面有鬼，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个临时工还想替天行道了，哈哈哈，笑死人了。你觉得你配吗？老胡掏出铁锁和地府，令牌准备拘我的生魂。你真是和去年那两个阴差一样，不求上进，活该你大学毕业跑外卖。砰的一声，我抢先出手一掌拍过去，老胡直接飞了出去，令牌断为两截，铁锁也丢了，生魂几乎被打散。他趴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劲，满脸不解，怎么可能？我手里已隐隐出现一条拘魂铁锁，刚才那一巴掌是替我小队死去的两个兄弟打的，现在我要抓你们去地府报官，我就不信地府一直黑到底。你以为你能改变什么吗？老胡爬起来还要动手，没用的东西。张鬼使斜眼看了老胡一眼，老大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杀了他。老胡跪在地上求饶，张鬼使只是微笑看着我，挺厉害啊，一个阴差还能有女朋友，我看你们感情还挺好的。我指着张鬼使喊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张鬼使的手机叮的响了一声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又给我看，记住，是你害死他们的。生死簿页面现实，小文和我丈母娘的生魂刚刚被拘来了，生魂一旦录入系统，神仙难救，哈哈哈哈，笑死人了。鬼婆又跳出来笑，你全家老小的命都攥在鬼使大人手上，还跟我们斗，你怎么敢的？张鬼使微笑看着手机，下辈子让他们做点什么好呢？蚂蚁、母猪、医学院的小白鼠，还是铁板上的鱿鱼呢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小文和我在一起生活的画面一幕幕在我心里浮现。我们两个收入都不高，可他一直都很乐观，说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畅想过很多未来的事情，结婚、买房、生娃，幸福的生活，可这些都不会有了。我这个死跑外卖的，没能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愿望。鬼婆在一旁嘎嘎笑着，鬼使让谁死，谁他妈就得死，这就叫权力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们，鬼使大人可以发发善心，让你们来生还做一家人，来个全家桶。张鬼使又是一番操作，删除了我的阳寿，他要看着我们全家一起死。我的阳寿本来也只剩1分钟了，1分钟后还剩60秒。张鬼使愣住，怀疑自己手机坏了，一顿拍打重启。我笑着说，你常用手机难道不知道吗？最后一格电总是特别耐用。张鬼使狰狞着抽出打鬼棒，好你小子，法术伤害你不要，非要来个物理消灭是吧？他突然变得狰狞巨大，打鬼棒上长出了一排排滴血狼牙。我后退2步，也从裤子里掏出了一根18米的大棒，比他的长。此棒名为孝子棍，又叫哭丧棒，黑色木棍上沾满了白纸，哗哗作响，鬼气森森，丧气十足。鬼婆指着我哈哈大笑，哎呦喂，你老婆和丈母娘刚死就开始哭丧，真是孝顺啊，回头还要招呼鬼使和老胡一起笑。
可张鬼使和老胡已经被我的哭丧棒吓得不敢动。鬼婆呆住了，还问咋回事？这棒子很厉害吗？我一棒挥去，就像打一个烂西瓜一样，把鬼婆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。她脖子上只剩下小半个下巴，现在也惊得掉了。张鬼使瞬间恢复成了文质彬彬斯文败类的样子，尬笑看着我：小水，小水，刚才闹着玩呢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可不要一时冲动走上犯罪道路啊！我冷笑着举起哭丧棒又要打，旁边突然闪过2道绿色的车灯，一辆硕大的黑色灵车疾驰而来，停在旁边。张鬼使和老胡一看，连忙跪在车前大喊：判官大人，快来管管吧，这阴差要杀神！车门打开，司机绕过去打开车门，扶着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。这人穿着一套黑色中山装，脸上透着一股威严。司机问怎么回事，张鬼使跪着往前挪了2步，指着我说：这个阴差暗修邪术，纵容本地活，鬼道人阳寿，还想夺舍富二代小王。鬼婆满地摸着找头，找到后抱着头也跪在判官前哭，水丁阴阳勾结，害我当活鬼，给他做事，我愿意去地府做污点证人。老胡也跟着说：是属下管教不力，我愿意跟着一同受罚。放屁！我在一旁气得大喊：你们还想串通一气，倒打一耙，还我老婆和丈母娘的命来！张鬼使卑微的跪在地上，脸都不敢抬。大人明鉴，您看这小子还想更改自家人的阳寿呢，简直无法无天，触犯阴律。判官问：你刚刚拘的那2个人真的该死吗？合规合法，一切都按流程来的。鬼差说。判官点点头，然后上下打量着我，突然跑过去一把夺过我的哭丧棒，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捶，打死你个胆大妄为的东西！旁边司机连忙拦着：大人舍不得舍不得，您动手可失了身份了。判官被司机拦腰抱走，还不忘伸腿踹我，边踹边骂：我就说我的哭丧棒在你那里，你还死活不承认，这回让我撞见了吧？司机还在拼命拦着，但张鬼使和老胡明显呆了。判官的手突然伸出老长，抓着我领子一把拎过来，对着我又是一顿训：瞅瞅你干的这些事啊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？小文看上你真是瞎了眼，我女儿和媳妇真是命苦啊，摊上你这么个男人。我这个老丈人生前脾气就不好，因为写信举报领导贪污，被人杀死埋在高速公路上，死后被任命为地府12判官之一，据说还是下一届的候补阎王。为啥我坚信阴间有正道？就是因为我老丈人的遭遇。张鬼使似乎也反应过来了，连忙求饶：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小的是被小胡这个鬼族给蒙蔽了啊！老胡也在旁边喊：大人饶命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啊！张鬼使一边扯皮一边磕头，捣蒜一样把自己脑袋都磕掉了，赶紧掏出手机，把小文和我丈母娘的生魂阳寿还了回去，还打算在阳寿上加个彩。老丈人连忙训斥：生死大事岂能儿戏，按规矩来。张鬼使连忙又是一顿操作，老丈人懒得理会，只是搂着我肩膀问：怎么样，工作找着了吗？找到了，送外卖。老丈人一阵头疼，这尼玛的哪年能买到房子结婚啊？我努力。老丈人拍着我的肩膀鼓励：好，你加油干，我阎罗殿好多同事都等着去喝喜酒呢，随礼的明钞都有几百兆。我连忙摆手：别，您要来了，那可就是冥婚气氛了，小文得遗憾一辈子。哎呀，你买了房再说吧。我回家后，丈母娘对着我又是一顿训，说撇下他们娘俩就跑了，人都找不到。我二话没说，抱着小文哇哇哭，说实在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珍惜你。丈母娘被我的样子吓坏了，接下来我又是认错又是做家务，说一定尽早和小文过上幸福生活。时光不等人啊，丈母娘总算平息了她的怒火。为了多挣钱，我白天晚上都开始跑快递，还要再打盹间隙跑阴差，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。这天晚上正在送餐，手机又响了，地府阴差接单了，朝阳区建国路王先生亡魂需要带去阴间。我低头一看信息，吓得险些追尾。小王这小子又乱搞，不知怎么惹到了一个拜狐仙的女网红，阳寿又微了。